中国31省市，谁家的体质强度指数更高？谈古论今，侃天侃地。大家好，我是葛龙。最近一个老家位于宁夏西海固的贫困山区，毕业于北京的211高校，33岁的单身女生疑似饿死在了陕西咸阳出租屋里面的信息，令无数人唏嘘和黯然。女生的职业是会计，当时正在西安周边找工作。女生毕业之后一心考公，多次取得家乡省份事业单位的笔试第一的成绩，却一次次在面试环节落榜。女生的遭遇不经意间再次把当今千军万马奔向体制内的现状，以一个多少带有一点悲凉的角度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的眼前。今天我们并不想讨论一心考公往体制内挤的对和错，今天我们聚焦一个全新的且肯定能够帮助最普通的人群决定该去哪儿安家立命的观察角度。一个地方的体制强度和当地的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中国有31个省市，谁家的体制强度指数会更高？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是公务员。那么有没有一个经济学指标能够跟踪和反映这种人流的去向和社会的变迁格局呢？有的，这个指标叫体制强度。宏观经济学上面用这个指标来衡量某一个地区政府与市场这两者在资源配置中的权重对比关系。一般有两种算法，一种呢是用该地区的在政府行政部门就业的人数做分子，然后用所在地区的总的就业人数做分母，两者一除就是体制强度指数。另外一种算法，分子还是该地区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就业人数，分母呢换成所在地区的所有的常住人口数。这第二种算法在民间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叫法，叫官民比。无论用哪种算法，其实都大差不差。通俗的社会学意义就是衡量一个地区吃公家饭的人是多还是少，直接创造财富的人是多还是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高还是低。由于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执行的都是大市场小政府原则，所以体制强度指数在国内外的经济学界都不是什么热门的研究指标。但是形势在变，与90年代改革开放那个时期人人都想下海创业截然不同。近些年我们的体制热持续升温，貌似人人都想往体制内挤，人人都想抱个铁饭碗。这种人群流向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炙手可热的考公。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计划招录3.12万人，报名过审人数多少呢？历史首次突破了200万人，达到了212.3万人，平均竞争比为68:1。本以为这个已经是极限了，结果到了2024年，总的报名人数冲破了300万，达到了303.3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平均的岗位竞争比也达到了破纪录的77:1，有些岗位的竞争比达到了匪夷所思的3572:1，也就是3572个人去竞争一个岗位。2023年，我们国家高校的毕业生人数是1158万人，我们忽略掉二上战场的以及社会人员不计，国考报名人数占到了高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这种热潮甚至影响到了一个行业首富的变化。20年前，中国教育的首富是俞敏洪，他的新东方那个时候给人培训英语。彼时中国刚刚对外开放，全球化方兴未艾，英语能力是职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10年前，张邦鑫取代了俞敏洪成为教育行业首富，他的学而思后来改名为好未来，帮助中国人的孩子取得一个好的应试成绩，最终上个好的大学，以应对未来的职场。这个基本上一把推到了科举需求。再然后7年前，张邦鑫被中公教育的李永新超越。中公教育是干嘛的呢？专门培训你考公务员。社会内卷之下，纯的应试考试上个好大学或许都已经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了，公务员培训成为终极解决职业的炙手可热的路径。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国日本，就知道我们的体制迷恋已经到了一个怎样走火入魔的程度。2024年，日本报考一般公务员岗位的全国人数仅仅24240人，同比2023年还减少了7.9%，创下日本公务员考试以来报考人数的历史最低。
岗位竞争比是更低啊，仅仅是7.5比1，不到我们的1/10。日本政府为了吸引人去考公务员，不得不全国去打广告。日本公务员报考人数占大学生毕业生的人数的比例是多少呢？同期日本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是44.8万人，考公的占比不到6%。而且我们这种对体制的追求和迷恋啊，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很多人退而求其次，包含央企在内的国企工作岗位也都被视为体制内而受到追捧。2024年大学生就业率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4年，期望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连续5年上升，从2020年的36%持续上升到2024年的47.7%，提升了11.7个百分点。而愿意进入民企的毕业生连续5年下降，从2020年的25.1%大幅下降到2024年的12.5%，暴跌了一半。考公只是冰山一隅啊。那么我们的整体体制强度指数究竟是个什么样呢？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数据图。我们以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数除以所在地区的总的就业人数，就得出整体的体制强度指数。因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啊，但国有企业呢，由于它的稳定性，也大致可以归入体制内。2023年，我国体制内的就业人口为7890.9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10.7%。而在2017年，这个占比数据仅仅是9.5%。6年的时间，体制强度指数大幅上升了12.6%。而且在2020到2023这4年之间，你们可以看看图啊，这个整个直线的斜率是越来越陡峭的在上升，这一走势也完美契合了我国近几年国考报名人数的这个变化趋势。那么体制强度指数上升对地区经济环境、就业、财富创造等等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呢？大家可以看看格隆汇研究院做的这张体制强度指数和 GDP 相关性分析的图。我们把31个省市的体制强度指数与当年的 GDP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是负的0.5236。体制强度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地区的 GDP 会下降13.15%。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啊，一个地方体制强度指数越高，也就意味着吃公粮的人越多，市场化程度就越低，私营企业和外企的发展空间也就更逼仄，经济活力自然也就越缺乏，大概率也就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发展不会太好。相反，如果跳出体制内的人超过往体制内挤的人，则确定代表着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更顺滑，经济社会存在着足够的机会和活力。中国有31个省市，这种往体制内挤的人群流向，谁家更明显呢？大家看一看我们做的这个2022年全国31个省市体制强度指数的对比数据图。全国体制强度中位数4.8%，体制强度指数最高的省市是北京，23.66%，几乎每4个就业人员里面就有1个是在体制内工作。但北京很特殊啊，它是全国的行政政治中心，兼具经济和政治职能，体制内强度指数最高正常，它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我们踢掉北京，其他体制强度指数超过或者接近15%的省份，从高到低分别是西藏、青海、山西、内蒙、黑龙江、陕西、新疆、宁夏、吉林，无一例外，全都分布在北方。那么跷跷板的另外一端，体制强度指数比较低的省市，谁呢？浙江、江苏、广东、安徽等等，基本都分布在东南，体制强度指数在10%以下。换句话说，就是体制外的就业人员占比超过了90%，吃皇粮的人不到10%。重庆和四川体制强度指数都低于10%，其中重庆全国最低，体制强度指数只有7.3%，这是不是会令很多人意外？但实际情况是，这两家呀，在我感觉啊，更像那种闷声发大财的类型。这些年，这两家其实一直在持续缩减行政管理的规模和成本，来改善自身的营商环境。也正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保障了成都、重庆这些人在中国城市经济实力的排行榜中紧追直赶，排名不断上升。目前重庆的 GDP 是仅次于北上广深的啊，排全国第5，而成都则力压杭州、武汉、南京，排在全国的第7。事实上，我们的分析还发现，体制强度指数和市场普遍观感不佳的法末收入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体
体质强度指数越高，罚没收入这一块的占比往往就会更高。2020年到2022年，我国体质的强度指数从9.89%上升到了10.57%，上升了0.68个百分点。同期全国的罚没收入占比上升了23.5%。分地区来看2022年重庆体质强度指数全国最低为7.3%，它的罚没收入也处于全国低位，为3.7%。广东体质强度指数8.51%，罚没收入也很低，占4.51%。反观北方的那些城市像天津，体质强度指数高达13.29%，远高于全国的中位数。它的罚没收入占比8.22%，也远高于全国5.1%的中位数。东北那个地方就更离谱了吉林体质强度指数13.8%，罚没收入占比也达到了8.73%。黑龙江体质强度指数更高，高到了15.75%，罚没收入占比也超高，高达9.76%。地方政府改善体质强度指数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精兵简政，机构精简就好。于经济而言，政府裁员会远远好过企业来裁员。一个经济学常识是，地方政府花钱过多，往往是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公共投资和支出是经济学里面最低效的经济需求。假如借钱给政府花就能拉动经济，那这个世界上面就不会有穷国了。至于这个指标对普通人的指导作用，那是再明显不过了无论你是创业、就业还是安家落户，务必选择那些体质强度指数弱的地方。你在哪里，往往比你有多努力还要重要。我是葛龙，关注我，做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候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是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